本视频由阿米洛鸳鸯娘机械键盘赞助播出，键盘艺术家阿米洛。要对自己好一点，快换个新键盘吧。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对马之鬼啊，我们已经在做了，不要急啊。先来填一个刚刚挖的坑啊。上期我们聊了《赏金奇兵3》，并用这个游戏做引子，大概聊了一下盟军敢死队。那现在趁热啊，接着更详细的聊聊盟军敢死队。所以呢，这期和上一期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些概念呢，上期讲了，这期就不再重复了。那以我们的风格，哪怕回溯老游戏，也不是简单的把历史再过一遍而已。我们会从开发者的角度去看游戏，以及看看在那个年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经典。那因此会需要到一些上期聊到的设计概念，因此建议先把上一期的视频先看完了。好，视频分为3段了，先是聊聊第一代如何开启这个类型，然后是第2代如何达到系列乃至是类型的巅峰。第3代呢，就是聊聊为什么这个类型会完全没落啊，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各位看完之后能留下你们的想法。上一个视频，我们用后半段追溯了这个系列的起源，提到了位于西班牙的 Pyro Studios 工作室在 RTT 计时战术的类型里，只因为加入了一条核心规则——敌人视野可视化，就让整个游戏脱胎换骨。而其他的规则都是这个规则的延伸，这是套很厉害的游戏的设计的案例啊。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复盘这些设计逻辑，在这过程中也等于是对游戏有了全面的了解。先回到一开始啊，我不记得在哪个外媒的杂志上看过他们的采访，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做潜行类游戏，他们只想做一款非常特别的2战题材游戏。那限于技术的考量，也是定位于 RTT 类型，但是就是觉得 RTT 太普通了，不够特殊。后来他们从某个电视剧里吸取到了灵感，电视剧讲述的就是一个5人小队潜入欧洲战场，深入敌后执行任务的故事。现在看来几个不怕死的组成一个敢死队，深入敌后，在敌人大本营里暗杀、搞破坏、偷情报，顺便睡个女间谍什么的，这种邦德式情节已经烂大街了。但这种题材在当时说的不是游戏是电视剧播出的1960年代，这种题材还是很新鲜的也给那个时候还年轻的主创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 Pyro Studio 的主创们先是立下一个新的方向，不再把游戏的视角放在了正面战场，而是聚焦在几个深入敌后的特定角色组成的小队身上，要用6个人战胜德国的大军这就是游戏的第一个创意。那有了第一个原则，就可以接着这个原则往下推导了。既然要完成如此战力悬殊的对抗，6个人小队就必须采用隐秘作战、潜行暗杀的形式，不然就不是2战背景了，是 X 战警了这一下就确定了游戏的玩法和方向了。但如何在 RTT 的框架里面完成潜行游戏的系统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制作组只能参考当时市面上唯一的一款潜行游戏 Metal Gear， 至于什么神偷天诛尾行之类的都根本还没出来呢。但估计他们研究了 Metal Gear 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同个路子Metal Gear 的潜行更加接近于动作游戏，而他们想要的是保留 RTT 计时战术游戏的味道，同时也要保留多队员合作的玩法。那如何让玩家控制多角色合作局面还要高度可控，合作要高度严密，这就成为了当时一大难题要知道那个时候的 RTT 和 RTS 都还没有微操这一概念，在星际争霸和红色警戒出来之前，不管是命令征服前几座
还是魔兽争霸，单位兵种的移动都不算很精准并不能做到鼠标点哪里就精准的移动到哪里。这种精度做大规模的战场还行，但做行动缜密的潜行游戏就太粗糙了。第二就是玩家无法判断敌人是否发现了自己，这也就无法组织有效的行动。为此，制作组干了2件很牛逼的事情。第一是提高了他们游戏引擎的地形坐标的密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这种俯视角的2D 游戏，在地形贴图的底下在程序的逻辑上是一个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格子，那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得看游戏镜头的角度垂直俯视角就用正方形，70度角用大约3:2的长方形，45度角用大约2:1的长方形。那这些格子组成的焦点就是地图的坐标，所有单位的移动都是停留在焦点坐标上的，而不能停留在格子里面或者格子的任意位置。而在那时候，因为 CPU 算力有限单位格子也不能太小，也就是整个地图的坐标密度不能太精细，这就造成了刚才所说的单位没有绝对停留在鼠标的位置而 Pyro Studio 改善了这点他们极大的提高了坐标密度，基本达到了像素级别每个像素都能做定位，所以我们才能在游戏里看到非常精准细腻的移动。即便是第一代的盟军敢死队角色在地图上的移动，对比同在1998年发售我最热爱的博德之门，把2个游戏的角色都放慢到 0.25 倍，就能看到角色在移动时的精度的差距这让盟军敢死队的玩家可以精细的微操角色，甚至1个像素之差就是发现与隐藏的不同局面。也让2个单位之间可以靠得很近，做出近距离刺杀的动作，而不是像博德之门单位之间总隔着半个人的身位，甚至还可以做出一些物理位移。各位看这个后背被捅了一刀的德军，是不是有点小位移呢？虽然这个物理效果很生硬但放在当时可是会让玩家觉得这游戏前所未有的细腻当然代价就是它比同期的游戏需要更高的配置，特别是 CPU， 也因此同个地图单位不会放太多。而他们做的第2件事就很有意思了，敌人视野可视化。那现在这个类型已经成型了，现在往回看呢，会觉得这个设定理所当然，但在当时这个设定是很大胆的。在此之前，大部分游戏都有单位的视野范围，有圆形的，也有锥形的，但所有游戏呢都会把这个范围隐藏起来，将其显示出来的游戏我记忆中盟军就是第一个。这相当于解谜游戏直接把答案给你看了，相当于走迷宫的 RPG 在迷宫里标了一条路线。各位，我们用常识逻辑想一想，就会觉得潜行游戏让玩家看到敌人的视野，这不就等于开了秘技一样吗？这不就等于射击游戏无限弹药吗？那我相信当时 Pyro Studio 团队内部也会就这个设定有过不少争执和推演，但是没办法以那个时候的技术，如果不显示敌方视野，是很难让玩家判断自己是否被发现的那这个我们上个视频里有具体的举例，那这就很矛盾了。开放视野，潜行游戏的难度荡然无存。不开放视野呢，潜行的系统又搭建不起来。但是相比于难度上的降低系统无法搭建起来就是更加致命的所以只能对这个不真实的设计妥协了，然后再从别的角度去提高难度。看，这就是游戏设计的困难但又有趣之处。一个原则往下推导，一环套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同时，环节之间还会互相矛盾。制作组只能选择最小影响的去妥协，再一步一步往下完善所以我总说，游戏开发是一种妥协的艺术。那为了弥补敌人视野可观测后的难度骤降，他们给游戏做出了几个限制。首先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拆分开来了，这也因此造就了不同角色的明显区别。队长贝雷帽力大无穷，近战能力超群，可以攀爬垂直的山脉和墙壁，可以移动油桶等重物，还有一个能发出声音吸引敌人的逼逼小子，但他不能下水，也没有安静的远程武器，对于无法靠近或者单独引过来的敌人没有法子。而另一个角色水鬼呢，是个海军陆战兵，可以潜水，可以划船，还有一把鱼枪，能在一定距离外安静的送敌人去见上帝。还有狙击手公爵，爱开车的老司机，爱放夹子的工兵，爱 cosplay 的猥琐间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但也有自己的限制，让单独一个角色无法应付所有场面。再给游戏每个关卡配置不同的队友组合，以此来限制玩家的能力。同时，既然开放了敌人的视野会让游戏变容易，那就把敌人的视野重叠起来，让每一个敌人都被另一个敌人观察着这也就是上个视频所说的视野锁链。另外也对敌人的 AI 做出了很多强化，比如敌人看到血迹会提高警惕，看到玩家留下的脚印会过来查看。虽然现在看来还是挺弱智的整天就会喊阿浪阿浪，但在当时那可是比 RTS 只会见面就开枪的敌人要有意思多了
至此，游戏的雏形就基本确定了，一个操作各自能力有限的6人小队，运用智慧和手法打破敌人的观察锁链，进而逐步击破整个敌军的潜行战术游戏。行，这个方案看上去非常完整，逻辑自洽，且市面上完全没有同类型的游戏。如果失败了成本也不会太高；如果成功了，那就是开辟一个新的类型了。所以先以有限的成本做一个试试呗。那就这样，盟军敢死队深入敌后做出来了。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游戏大获成功。其独特的玩法、细腻的画面和操作感、新奇又完整自洽的系统，一经发售就让当时几乎所有 PC 玩家都无法自控。而游戏呢也足够灵活，让玩家可以构思各种战术，既可以按照游戏设计好的流程，利用每个角色步步为营，也可以大胆的进攻，利用载具、油桶、爆炸物等道具，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通关甚至还想出了几个队友站在转角后面同时开枪，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干一双的邪道玩法。直到现在去搜索这个游戏的速通，依然能看到很多大神那令人跌破眼镜的脑洞当然，不管怎么胡来，第一周目那紧张的脚底都要冒汗的感觉，是我们那时候最好的回忆。那之后他们还推出了资料片《盟军敢死队使命召唤》没错，就叫这个名字这个资料片更是难得让我肚脐都发疼我连第2关都打不过去不知道看视频的观众有没有资料片全通的牛人，有的话发个牛字，让我们膜拜一下。另外，游戏的 UI 设计也是很超前的角色的技能都设计成了拟物风格，放在屏幕右下角的包包上，同时界面只占用了很少的屏幕空间，却清晰表达了所有信息。延伸到屏幕外的作战地图的一边，也暗示了玩家点这里可以看到完整信息。这种 UI 尽量不要占用游戏画面的设计思路，可是很后来才有的理念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可以说，盟军敢死队从一开始就以最高品质的姿态出现在玩家面前，它的精致甚至让玩家感觉不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而这种超高的品质，竟然在第2代还有更进了一步。那几年之后，盟军敢死队的第2代发售了。当时我那里的好几个电脑城的好几个正版店都为它的发售做了很隆重的活动，而且发售的时候就已经是官方中文版了。而游戏呢，也再次高品质的让人惊讶。首先，第2代直接进化成了全 3D 游戏，虽然镜头还是不能自由的控制，但是其实整个游戏从场景到角色都已经是全 3D 的了，而且建模和贴图极其精美。即使放到了现在，除了分辨率低了点之外，完全可以作为新游戏发售都没问题。各位看视频里的第2代的 HD 版就能看得出来不过 HD 版bug 非常多这就没办法了。那 3D 化能给游戏带来什么进化呢？首先是角色的动作解放了，不再需要像第1代那样子靠地标格子来定位。其次就是角色不再只是固定8个方向了，他们的朝向、移动路线都会更加精准。但这些还只是画面上的3D 化后带来最大的进化是场景设计。第1代因为是纯2D 的，所以高大的建筑物的后面是看不到的，因此整个游戏的设计趋于平面。但 3D 化后呢，虽然镜头还是不能自由旋转，但是至少可以在4个固定方向旋转了。这一下子就解决大型建筑物背后被挡住的问题，这让场景可以往立体化去设计，高低落差变得更加丰富，这才有了游戏后期攀爬埃菲尔铁塔的壮观关卡。而角色的进化呢，则更加大胆不仅加入了美女间谍和小偷2个新人，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有了背包系统，玩家从此可以捡起敌人掉落的物品甚至不同角色之间可以交换装备比如虽然狙击手不会用工兵的陷阱，但是狙击手可以带着陷阱给工兵贝雷帽不一定会使用氧气瓶，但是他可以帮水鬼拿到氧气瓶那别人虽然不能像间谍一样伪装，但可以把尸体上的衣服扒下来交给间谍，甚至他们自己都可以穿上敌人的军装只不过伪装的能力非常低而已。同时队员的共同能力也加强了，比如几乎可以使用所有的武器，不管是德军的冲锋枪还是盟军自己的步枪。这不仅设定上更加合理，毕竟都是士兵嘛，也意味着战术将呈指数级别丰富起来，玩家可以制定远比第1代多得多的打法。而战术上的丰富呢，又让制作组敢于设计更大胆的关卡，比如至今都难以忘记的第2关后半段，竟然要玩家3个人阻挡敌人1个连的进攻潮。总之如果第1代是在制作组安排好的谜题里解谜的话，那第2代就是更像一个真实的战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战斗当然前行仍然是主旋律这个高度既是玩家的乐趣高度，也是制作组水平的最高高度了。盟军出现之后的其他同类游戏，赏金骑兵也好侠盗罗宾汉也好，甚至现在的影子战术和赏金骑兵3，
都再没有给玩家如此自由的背包系统了。加上盟军自己不争气第3代开始没落了，所以第2代盟军敢死队在自由的战术度上就已经是这个类型的巅峰了。第2代在潜行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加强，角色区分了走路和奔跑2个状态。奔跑虽然速度更快，但是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所以到底是安静的慢速移动还是吵闹的快速移动，是玩家多了一个要考虑的维度。同时声音系统也更真实了，这个是第1代没有的。角色在行动的时候呢，会在身边辐射出一圈空间扭曲，这个就是声音的传播范围。那即便是近距离的刺杀也会发出声音，因此如何控制好声音距离也是要考虑的。但系统也更加真实的可以让场景声音盖过自己的声音，因此在杂乱的战场可以不用担心声音问题，或者等待炮火响起的一瞬间开枪的桥段也是可以在游戏里重现的。那这个声音画面扭曲的设定呢，也被应用到了《赏金骑兵3》里。那至于第2代的音乐也就是这个视频里能听到的从我当年第一次玩起就常年霸占我的耳机，从 MP3 播放器到 PSP 到 iPod 到现在的手机 APP， 播放设备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盟军2的 BGM 就没在我的播放列表里面消失过。那之前的很多节目呢，我也都有使用过，每次都能引来很多人询问 BGM 的出处啊。总之，盟军敢死队2不是我吹它不仅是这个系列最巅峰之作，更是这个类型的至今巅峰之作。那除了分辨率问题或者 HD 版没有那么多的 bug， 那即便放到了今天，依然是个画面、玩法、系统、深度等各方面都完全处于1线作品的范畴。当然，这既是盟军敢死队2的荣耀，也是这个类型的屈辱，因为在盟军3的失败之后，这个类型就突然消失了。如盟军一样的潜行类游戏本来就很少，并没有因为盟军的热卖而大量出现，叫得上名字的一个手就数得过来。赏金骑兵1和2，侠盗罗宾汉，国内还有2款1973特种兵品质很差，我玩不下去。还有包青天七侠武艺他把潜行 RTT 和武侠 RPG 结合的还不错，我勉强通关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接着就这几年的影子战术了。那上个视频出来后呢，有人提醒我说，或许我还漏了几个独立游戏希望各位能够补全但是这依然改变不了这个类型消失的事实。那这一方面很大原因要归咎于盟军自己上面说的游戏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还是达不到盟军2的高度。但盟军这么高的品质，自己却延续不下来。虽然这里面有公司人员流失的原因，虽然代表作消亡不等于类型会消亡，但是盟军系列的陨落还是给开发者带来了很大的信心打击。第2是技术的突破，让潜行游戏不再局限于 RTT 的框架。刺客信条、杀手、耻辱、MGS、细胞分裂这些 IP 的视觉冲击力都比 RTT 框架下的要更强烈。尽管永远都有声音说画面不是最重要的，但市场数据证明画面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很多过去想做 RTT 潜行的制作组都转而制作 3D 向的潜行游戏但以上2个原因，我觉得都不是起决定性的他们并不能让这个类型完全消失。我觉得第3个原因才是关键，而且可能有点出乎意料我从上个视频到这个视频一直在强调，盟军因为一个新规则改变了 RTT 的玩法，而这个规则衍生出来的整个体系都非常完美、完整、逻辑自洽。但也就是因为过于完美、过于逻辑自洽，才导致这个类型的消失。那各位看，不管是哪一个同类作品，哪怕是最新的《赏金骑兵3》，其实都没有离开盟军定下来的玩法范围，也就是换换时代背景，换换道具的外表，换换角色的技能搭配，香烟变金币，鱼叉变成飞刀，但整体游戏的玩法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才会有人觉得《赏金骑兵3》还是影子战术那一套其实不怪赏金骑兵他们全都是盟军那一套。那刚才说的那些技术突破后的 3D 潜行游戏虽然也有开始没落的趋势，但是他们是可以改变的要么加入战斗让游戏更多元，要么自己融入 RPG 让 RPG 可以潜行。总之往前看还是有很多发展方向的。但 RTT 下的潜行类呢，如果再保守一点，那就退回到了盟军1了。那如果比盟军2再激进一点，那又变回了 RTT 了。在潜行系统上几乎加入不了新功能，但如果加强战斗又变成了 ARPG 了。那如果镜头更自由点呢，甚至追尾又变成了 3D 潜行游戏。刺客信条每一代的玩法都差不多，但好歹每一代都加点新东西。同样很难突破的 AVG 至少可以加强画面变成底特律，或者伪装成 RPG 变成吉勒迪斯科。再不济优秀的新剧情也能够吸引玩家。但潜行 RTT
不仅想加都加不了，我甚至觉得很难做出超过门军2的关卡设计。赏金骑兵3已经很大胆地加入了巫女这个职业，让技能变得更强力，但也就这样了。如果再强力一点，或者多几个这样角色，那就变成魔能了哈。这个类型本来就是从 RTT 里夹缝求生出来的产物，不管往后退还是往前走，都会变成其他类型。那或许喜欢的玩家可能玩不腻，但是开发者是不敢去尝试这种完美到无法创新的类型。那反正作为开发者，我是想不出他还能怎么进化的。那上个视频有人留言，能不能给角色也加入视线范围限制呢？这个业内其实有考虑过但是这个等于又加了一个新规则。加入这个规则之后，系统并不能自洽，而要让其自洽，就还得加入衍生出来的规则。那结果依然是变成了另一个类型，或许能成为一个新类型，但也很大可能是并不好玩，或者根本无法逻辑自洽至今才没有出现。因此我预测一下未来这个类型可能除了咪咪咪工作室之外，还是没有几个同类游戏，所以各位且玩且珍惜吧。所以我的感觉是，潜行类 RTT 因为过于完美，以至于时间再次停止。好了，老游戏回顾没有购买建议但是各位不要忘了去我们的官方淘宝店逛逛淘宝搜索 Gameker 公开商城，大量正版高品质周边 ，Gameker 与同在，我是聂俊。强，这里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完成。该不会是骑游联机宝吧？打这么硬，是误入我们创意枯竭了吗？走吧。今时今日，你还是网络太差，还在一个人危险的送货吗？快用奇游联机宝连接全世界，寻求帮助吧。加速盒子始于奇游联机宝。